这次讲孟子的治国理论。治国方面，孟子主张仁政。仁政就是以仁爱的心来治理国家，它的反面是暴政，就是用暴力治理国家。仁政的基础是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就是人生来具有的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先王由于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不忍人之心实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一次，齐宣王问孟子自己是否可以望天下。望天下就是成为天下的王，就是统一天下。孟子说能。齐宣王问先生凭什么知道我能望天下呢？孟子说：臣闻之乎何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信中。我曾经听呼和告诉过一件事，说是大王您有一天坐在大殿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您看到了便问：把牛牵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准备杀了做祭祀。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胡素，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心中于？曰：何可废也，以扬抑之。您便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到他那害怕的发抖的样子，就像那毫无罪过却被处死的人一样。牵牛的人问：那就不祭祀了吗？您说怎么可以不祭祀呢？用羊来代替牛吧。孟子认为齐宣王看到祭祀所用的牛，不忍将其杀害，而改用羊祭祀，这就是人心。运用此人心，即可以行仁政；实行仁政，即可以望天下。孟子通过性善论，一方面为仁政的可行性找到了一个根基，另一方面也论证了实行仁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是所有君主都能够实现的。实行仁政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简称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重要的，社稷之神次之，君主是最轻的。什么是社稷呢？社稷就是土神和谷神。古时的君王为了祈求国事太平，五谷丰登，每年都要到郊外祭祀土神和谷神。后来社稷这个词儿就引申为国家。你看电视里总说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这个社稷就是国家的意思。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因此得到百姓的承认，便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的认可，最多只能成为诸侯；得到诸侯的认可，最多只能成为大夫。诸侯为社稷，则变之；诸侯危害国家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废了。牺牲既成，资成既竭，祭祀已时，然而汉干水溢，则变之社稷。牺牲就是给土谷之神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些牛羊贡品。牺牲既以肥壮，祭品又以洁净，也按时的献祭，但还是遭受旱灾水灾。就说你这个社稷之神呢不靠谱，那怎么办呢？那就改立社稷之神。诸侯不好可以换掉，社稷不好可以换掉，甚至君主不好，百姓也可以把它换掉。相比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百姓。孟子从夏桀和商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夏桀、商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人民；他们之所以失去人民，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取得天下是有一定方法的，得到人民就会得到天下；得到人民也是有一定方法的，得到人民的心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俱之，所恶勿施而也。得到人民的心也是有一定方法的，人民所想要的就给他们，并使他们有一定的个人财富；人民所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不过如此罢了。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力量，得民心则国家昌盛，失民心则国家衰亡。
由此，孟子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义为依归，民义即天义，这就是民本。在民本的指导原则下，孟子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治国措施。经济方面，孟子强调要治民治产，就是要让百姓都有自己的产业。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民百姓生活的道理是，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恒产是恒心的基础，民众有了一定的恒产之后，才会有踏实过日子的心，进而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社会才能安定。是故明君治民之产，必使养足以食父母，抚足以恤妻子，乐岁终身保，凶年免于死亡。英明的君主制定百姓的产业，一定使他们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子儿女，年成好时能丰衣足食，年成不好时也不至于饿死。五亩之宅，数之以桑，50者可以衣帛矣。每家给他5亩土地的住宅，种上桑树，50岁的人都可以有衣服穿了。鸡豚狗彘之处，无食其食，70者可以食肉矣。鸡狗猪这类家畜让他们正常繁殖，那么70岁的人都可以有肉吃了。100亩之田，勿夺其食，8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一家给他100亩土地，并且不去打扰他们的种植，8口之家都可以吃饱饭了。大家有了自己的产业之后呢，就可以踏实过日子了。经济方面的下一个主张，使民以食，保证人民能够按照农时进行劳作。不委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促谷不入屋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食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只要不违背农时，那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渔网不入池塘，那鱼鳖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定时，那木材便用不尽。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使百姓能够养活家小，葬送死者而无遗憾了。百姓养生送死没有缺憾，这正是王道的开始。除了治民之产和使民以食之外，孟子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主张，比如减轻徭役赋税，减轻庶民的负担，救济生活最无保障的鳏寡孤独等群体，保护工商业的发展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孟子的经济主张就说这么多，然后说政治主张。仁政在政治上，首先要求君主要有道德。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领导人的德行是风，百姓的德行是草，草受风吹，必然随风而倒。就说君王的崇高德行对于庶民百姓的道德有很大的影响。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的基础是国，国的基础是家，家的基础是个人，而个人又会受君主的影响，所以君主的德行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正君而国定矣。君主仁慈，就没有不仁慈的人民；君主重义，就没有不重义的人民；君主正直，就没有不正直的人民。一个正直有为的君主，就可以使国家安定昌盛。政治主张下一点，人格平等。所有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圣人与我同类者，我跟圣人是一类的。圣人是从天那儿获得了四端本心，我们每个人也都从天那儿获得了四端本心。我们每个人的人性与圣人的人性无二无别，从根本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圣人。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曹交问：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这样的说法吗？孟子说：是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相当于佛家的人人皆可成佛。所以为什么后来如来藏思想在中国能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可呢？就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传统。孟子认为，人虽然有爵位上的不同，但在本性上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已。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天降生一般的百姓，也降生了君主，降生了师傅。这些君主和师傅的唯一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爱护百姓。天下所有人的不同分工都是上天安排的，所有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甚至是君王，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让人民幸福。纵然分工不同，但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先休息一下，下次课继续说孟子的政治主张。